大家好，我是杰奇，欢迎来到专利洞察。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很会打电动的朋友？不管是格斗、竞技还是派对游戏，他每次都第一名。刚玩游戏真的很像在陪打陪练一样。上集影片我们探讨任天堂的荧幕拼接技术，今天我们来探讨任天堂这件跳脱传统只看排名的游戏设计强化每位玩家都值得被看见的游戏体验。我们来看看它怎么给每个玩家满满的情绪价值首先我们看看这件专利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过去的多人对战或派对游戏中比赛结束后通常会出现一个结果画面，传统的做法就会直接显示名次和得名比如你是第一名拿到100分，我是第四名只有52分，然后系统会选出一个 MVP 比如说我老爸得了 MVP，因为他输出最高，其他玩家什么都没有，好像完全没有贡献一样。这种结果画面其实就是一种快速结算的成绩单，是很方便，但也有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只看名次，完全忽略其他表现。玩家如果不是前3名，根本没机会被肯定。明明一直在帮队友补血、复活、守据点，那却被忽视。玩家心里可能会想，我这么努力，结果都没被看到，那下次我就在旁边打打酱油就好啦。第二个问题，称赞内容少，而且重复，没有个人化。很多游戏会根据一些简单的条件给予称号，例如伤害王生存王等等。但这些称赞听起来都一模一样，只是套用到不同的玩家身上，玩家会觉得这只系统根据数据贴个标签，根本不是真心的。第三个问题，缺乏社交互动。比赛一结束就冷场，大家通常直接解散，不然就再开一局没有机会互相拍手、点赞或留言如果想跟队友再聊一下，只能另外私讯这其实错过了加强玩家之间关系的好机会任天堂想透过这张专利彻底改造这种冰冷的比赛结算流程让每次比赛结束就像是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不再只是看到冷冰冰的数字而能感受到来自系统队友的情感肯定第一个创新，个别化称赞与多元指标结合的荣耀系统系统会根据2个主要因素来帮每一个玩家挑选一段称赞讯息。第一个是比赛名次，比如说第1名、第3名、第7名，不同的名次会有不同的语气或词汇第二个是个人表现指标，比如造成最多的伤害帮最多人复活最常保护队友等等。这些因素会丢给系统的选字逻辑由它从内建的称赞词库中挑选出最适合的一句话来呈现这个玩家的贡献这个设计跟传统只夸第一名的做法最大的不同，就让每个玩家都能感受到被重视。第一名和其他名次的称赞内容是不一样的第一名会有专门设计的称赞句子，比如说你是团队的核心完美发挥而非第一名或者则会有其他的词库例如救援之星团队贡献王等等。系统还会避免在同一局中有2个人拿到完全相同的称赞讯息它会透过演算法挑出最适合的句子，同时避开已经分配出去的词句也就是说让每个玩家的表现真正被个别看见，而不是单纯的套模板就算没有拿第一名，只要表现突出，比如协助最多人你也会被明确称赞。这是一种每个人都值得被肯定的设计让玩家更愿意投入下次再来挑战举个例子假如一场比赛结束后，玩家 A 拿到第一名，系统给他的讯息是完美胜利，你是无人能敌的冠军玩家 B 虽然排名第5，那帮队友复活最多次，系统给他的讯息是一人支援全场，让团队撑到最后。两位玩家都获得称赞但内容完全不同，也都符合他们的实际贡献。这就会让每个玩家在结算画面都能感受到专属的尊重与鼓励透过演算法搭配称赞词库，实现人性化、差异化以及非重复的称赞逻辑创新点2，掌声与评价整合的社交回馈设计比赛结束时画面会出现每个玩家的表现摘要，比如说名次称赞内容以及个人的突出指标等等。其他玩家可以点选鼓励的图示对你按掌声，每个人可以送出1个或多个掌声给他人但可能会有数量限制。系统会记录每位玩家收到的掌声数量，这些资料会显示在画面上或储存起来作为后续资料。以往只有系统自动给的称赞让人觉得只是机器在说话现在加入了真人掌声，让你知道你的队友真的觉得你刚刚超强的让游戏从只跟系统互动变成玩家彼此之间有正向连结产生出一种更真实的人际互动感。而且掌声不只是好玩，还有实质价值收到越多掌声，有可能影响你获得的特别称号，比如人气王团队支柱甚至可能获得额外的游戏货币或评价等级未来这些评价等级甚至可能跟排名配对的权重做联动，这样一来被认可就不只是虚荣，而是实实在在的奖励鼓励玩家展现合作精神传统 MVP 通常只颁给第一名或输出最高的那位玩家而这套设计让每位玩家都有机会因为其他人的掌声被特别表扬，避免出现只有一个人风光，其他人没感觉的情况，也能降低竞争压力，提升团队感举个例子你跟朋友刚打完一场团队战，系统显示 A 玩家输出最高， B 玩家最有人最多， C 玩家虽然成绩普通，但总是在队伍后方掩护大家这时候你就可以点击掌声按钮，送出赞赏给 B 和 C。如果 B 玩家收到最多的掌声他还会在画面上获得团队人气王的称号。其实这样设计的核心精神就是让游戏不只是竞争还能产生温暖的互动
这个掌声不但强化了团队氛围，也给非第一名的玩家一个被看见的舞台让每一场比赛有更多人味，更多值得回忆的片刻。创意点3，结果显示流程与排他性称赞控制逻辑当一场游戏比赛结束后，系统会依照以下顺序显示结果画面第一个是玩家总排名，每个玩家的名次会被依序公布，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第二是个人称赞画面，每位玩家依序显示一段个人化的称赞讯息，内容是根据表现指标自动产生的第三，进入掌声评价阶段，玩家可以针对其他玩家送出掌声作为肯定与社交互动。整个流程就像是一场颁奖典礼有节奏、有铺陈，让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亮相舞台系统可以安排先排名再称赞，最后互评的顺序有其设计用意一开始让比赛结果一目了然谁第一谁第二清楚明白，接着转向强调每位玩家的个人贡献，缓和竞争的气氛最后再引导玩家之间产生正向互动，彼此肯定这样有条理的展示顺序其实在安排张力、温度、互动的节奏，让整体体验更流畅，也更容易留下印象举个例子假如你们4个人刚完成一场竞赛首先画面显示总排名 A 是第一名， B 是第二名，接着进入个人画面A 得到的讯息是你的战术让胜利毫无悬念B 得到的是你精准的资源是胜利的关键最后进入掌声互动环节，大家可以为彼此点赞，送出掌声这样的流程不但有故事性，还兼顾公平与正向情感，让每位玩家都能感受到参与感与成就感也就是说，这样技术的核心精神不再只是公布名次就草草结束而是打造出一个有情绪曲线的结束流程体验好啦，这篇专利就讲到这里其实这篇专利的技术核心就不再强调每次一定都要拿到最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都值得被看见这真的体现了任天堂一贯重视的人性化设计思维其实这个掌声机制货币化真的还蛮有趣的比如说这些掌声未来是不是可以转换成某种特定的点数可以拿来兑换限定商城的道具，或者开启一些特别奖励宝箱，解锁特殊外观之类的甚至还可以记录下来你最常收到谁的掌声，你最常鼓掌给谁，这样下一次开局的时候系统就可以推荐你邀请那些曾经互动过的玩家，让彼此有更多机会持续组队一起玩建立更深的游戏连结另外其实也可以思考一件事系统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些掌声资料反推你的游玩风格，比如说你经常被赞赏为资源型的玩家，那系统未来是不是可以推荐你玩资源任务或资源的职业角色，甚至在配对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这些掌声回馈作为个人化推荐的依据我是杰奇，解析专利带秒懂原理谢谢你看到最后，那我们下次见，拜。